都结束了吧？若那晚静心堂我没去，就不会知道真相，不会心怀愧疚，束手西北，也不会遇见冷北，不会亲手将青南城葬送。我这一生都没能如父亲所言，安康长宁。殿下，禀殿下，青南城失守，安宁将军战死。你说什么？北秦突然来犯，将军为护城中百姓安危，战至最后一刻，未退半步。殿下，将军至死都在等待援军啊！排长，据你所说，北秦是在昨日连夜发起了突袭，但此前安宁明明可以带精锐部队撤出青南城，他何至于死守？殿下，安宁将军是想用他的坚守，为我大晋援军换来战机。骆明熙，你奉旨带兵支援青南城，为何出现在此处？是臣判断有误。殿下，末将有话要讲。说。我们本来得及赶到青南城，是骆大人下令强逼我们调转码头。殿下，安宁将军死得冤枉啊！请殿下主持公道。请殿下主持公道。骆明熙，你简直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我大晋的援军竟成了你的寻死之物！都是朕的错。如今安宁已逝，青南城沦陷，你一句错了，何其轻巧，又何其可笑！处死骆明熙，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处死骆明熙，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处死骆明熙，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骆明熙，你妄下军令，延误军机，致我大晋主将战死沙场，青南城沦陷，依军法处置，其罪当诛。把他给我拖下去，择日行刑。太子殿下，太子殿下，骆明熙的事，能不能听我一言？太子殿下，眼下这是用人之际，如果现在杀了骆明熙，那谁来坐镇后方出谋划策？死的是驻守多年的一城将领，失的是大晋的关口要塞。子元，你该清楚他犯下了何等大错。眼下情势，斩杀骆明熙才能镇住军心。是他铸成大错，
贾君情让他心神大乱，误判形势，安宁惨死，更是让他恨不能以身替之。太子殿下，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希望你能够给骆明熙一次机会，让他将功补过。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殿下，大人，将军出战前交代过，如果他……这是他出战前特意交代给我，嘱咐我一定要转交给大人和殿下的一封信。虽然太子哥哥斩信家，得见此信，便使我已失落。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我曾数度路过青南，却不敢踏入半步，因为青南城旁，荒山之下，有8万王死的大晋子弟。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我们情投意合，今日在此结为姐妹。此次帝家失礼，我承归西北，与家老羁绊，可恨咫尺之距，北秦相阻。我乃大晋公主，亦是大晋将军，然念我一生为女不孝，为臣不忠，愧于家国。虽如此，我仍想尽微薄之力，守住8万将士的埋骨之地。于我而言，唯有战死，方能堂堂正正地去见他。韩帝两家的恩怨，既从青南而起，亦该了结于今。10年前的事与你何干？若不是你站出来，帝家之难和帝家的8万冤魂，也难以得到平反。子渊，太子哥哥，恕安宁未能守路，然魂归此处，是我所愿。
让二位相守相知，不再又如前尘往事。望二位携手，重振山河，回目不见，虽死不悔。此后千千万万，唯愿真主，安宁绝笔。安妮，我再也不能和你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一起听剧，一起打架。他少，没有伤及筋骨，否则的话，怕是要10天半月才能好。文叔，在战场上你就不要把我当做孩子。身为将士，浴血奋战到最后一刻便是天命。你我既然选择来到此处，就都不要害怕受伤。好，我会像你，和安乐姐一样，做一个无畏的战士。你把那些药给他们拿过去吧，他们人多，不知道他们带的药够不够用。好了，小姐。啊，可是我们人也不少啊。小姐，我和院叔马上去。快走。去看一下对面的伤亡情况，送些水和干粮过去。殿下想关心安乐姐，为什么自己不去啊？我手不是受伤了吗？不方便。方才是谁跟我说，在战场上要不惧伤痛呢？快去。哦，好吧。运琴，文叔，好多日不见，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啊，太子殿下，我家小姐命我来看看您伤势如何。啊，我无碍。倒是你们和北秦人打了一夜，想必都伤得不轻吧？殿下，我有好多话想跟苑琴说。若是您想知道安乐姐的情况，你自己去问吧。走。帝大人如此好酒，就不怕醉起来贻误战机吗？喝最烈的酒，杀最悍的敌人，这才叫做潇洒。殿下要不要来一口？哦，差点忘了，殿下不胜酒力，喝一杯就会醉，还容易向身边的人吐露真心话。若是届时向北秦人吐露了情报，那可就不太好了。我是大晋太子，断不会向敌人松口。至于会不会向身边人吐露真心，那可就不一定了。翠安，多谢你能放下旧怨，和我们一起来西北。你我虽隔世仇，但也生活在同一片疆土之上。苑琴，你来到战场，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受伤了。你不要害怕，我会保护好你。我不会武功，也不上战场，只能尽一些绵薄之力，为大家包扎伤口，送一些水和食物。吃饱了才能打胜仗，你的绵薄之力很重要。哎，这些饼好了吧？那我拿过去送给小姐。哎，吃你的饼吧，姐和殿下好不容易才能相见，你就别过去碍事儿了。别去了。好吧。
终于放下了龟壳。姐自从变回弟子园以后，他们俩就像陌生人一样。殿下和小姐都是心怀苍生之人，也会选择为了苍生而并肩的。或许，他们只有远离京城，才能活得像人安乐和寒夜。自上次从花园山回京的那一刻起，我早已想好了我们的结局。什么结局？要么势不两立，要么天狗。没想到命运给了我们第三条。虽然能与你并肩抗敌，真好。骆大人，怎么没见狄大人的影子？这峡谷道路崎岖，小径纵深，务必要仔细搜索，一定要找到狄大人跟他的队伍。是。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我择日便接到了北秦密报，得知他们在峡谷中设了埋伏。明明是我们先知道北秦人的行踪。密报有问题，假意劫杀，又特地把我骗来支援。子渊，骆明熙。你怎么也来了？我收到密报，你没事吧？你也截获了密报？是啊，我也是截获密报而来。但在此处埋伏的北秦军不过1000人。不好，是调虎离山。将身先士卒，以身为饵，引北秦军入瓮。北秦军虽来势汹汹，但我军据守城池之地利，待我动作，便可趁其不备，先发制人，以机关奇袭挫其兵锐，继而万箭齐发，破其坚甲。我安宁绕城3匝，劫其心智；诸位临高攻敌，削其精锐。如此，定能以寡敌众，手下青南。此战不求大胜，但求诸位兄弟能坚守到援兵到来。我青南诸将士有必救之军，有必守之城，绝不会亡没在北秦手中。放马过来！
安宁将军，不要再顽抗了，束手就擒，还能保住你的性命。沙场捐躯，死亦光荣。我岂会苟且偷安，受你们北秦外敌之辱？谁生谁死，枪下见。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你。杀了他！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他是大晋主帅，必须生擒。到此刻才敢现身吗？漠北，你真是令我不齿之极。安宁，放下武器吧。你若举城降我北秦，我冷北院担保，让你继续做主帅。休想拿我折入大晋颜面！安宁，我警告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和你晋国不同，我北秦不宽恕不屈之敌，只会血洗整座城。真不以为耻！若非雷霆手段，如何让整个大晋都向我屈膝？我大晋儿郎千万，你没这本事！公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降还是不降？降，我便是死了，尸体也不会低头。将军小心！放箭！不！这一切都结束了吧？若那晚静心堂我没去，就不会知道真相，不会心怀愧疚，束手西北，也不会遇见冷北，不会亲手将青南城葬送。我这一生都没能如父亲所言，安康长宁。殿下，禀殿下，青南城失守，
安宁将军战死。你说什么？北秦突然来犯，将军为护城中百姓安危，战至最后一刻，未退半步。殿下，将军至死都在等待援军啊！排长，据你所说，北秦是在昨日连夜发起了突袭，但此前安宁明明可以带精锐部队撤出青南城，他何至于死守？殿下，安宁将军是想用他的坚守，为我大晋援军换来战机。骆明熙，你奉旨带兵支援青南城，为何出现在此处？是臣判断有误。殿下，末将有话要讲。说，我们本来得及赶到青南城，是骆大人下令强逼我们调转码头。殿下，安宁将军死的冤枉啊！请殿下主持公道。殿下主持公道。是，你简直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我大晋的援军竟成了你的寻死之物！都是朕的错。如今安宁已逝，青南城沦陷，你一句错了，何其轻巧，又何其可笑！处死骆明熙，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处死骆明熙，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处死骆明熙，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骆明熙，你妄下军令，延误军纪，致我大晋主将战死沙场，青南城沦陷，依军法处置，其罪当诛。把他给我拖下去，择日行刑。太子殿下，太子殿下，骆明熙的事，能不能听我一言？太子殿下，眼下这是用人之际，如果现在杀了骆明熙，那谁来坐镇后方出谋划策？死的是驻守多年的一城将领，失的是大晋的关口要塞。子元，你该清楚他犯下了何等大错。眼下情势，斩杀骆明熙才能镇住军心。是他铸成大错，假军情让他心神大乱，误判形势，安宁惨死，更是让他恨不能以身替之。太子殿下，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希望你能够给骆明熙一次机会，让他将功补过。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挽回安？
殿下，大人，将军出战前交代过，如果他，这是他出战前特意交代给我，嘱咐我一定要转交给大人和殿下的一封信。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feel like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却不敢踏入半步，因为青南城外，黄山之下，有8万枉死的大晋寺。安乐，安宁，我们情投意合，今日在此结为姐妹。此次帝家失利，我重回西北，欲前往击败，可恨咫尺之距，北秦相阻。我乃大晋公主，亦是大晋将军，然念我一生，为女不孝，为臣不忠，愧于家国。虽如此，我仍想尽微薄之力，守住8万将士的埋骨之地。于我而言，唯有战死，方能堂堂正正的去见他，韩定两家的恩怨，既从青南而起，也该了结于青南。10年前的事与你何干？若不是你站出来，帝家之难和帝家的8万冤魂，也难以得到平反。子言，太子哥哥，恕安宁未能守诺，然魂归此处，是我所愿。望2位相守相知，不再囿于前尘往事。望2位携手，重振山河。回眸不见，虽死不悔。此后千千万万，唯愿珍重。安宁君。你，我再也不能和你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一起定居，一起打架。殿下，因为战事奔波数日，已经许久没有歇息了，吃点东西吧。战况紧急，青南城已经失守，我若多歇息一刻，便会多一座城池沦陷于战火。
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自从安宁踏入青南城的那一刻起，就没想过要活着出去。安宁背负着沉重的往事，踽踽独行了10年，至死才得以释怀。我身为兄长，竟然一无所知。殿下，时候不早了，快回去睡。殿下，快去。从小到大，就哥哥最关心我。我既身为你的兄长，你不想做的、不愿做的、承受不了之事，我都会替你去承担。只是以后，你心里面有任何事情，都不准再瞒着我。我理解你，但独自背负秘密的沉重，我更懂。走了，一路平安。明熙哥哥，子安，对不住，我没能说服寒夜。该道歉的是我，寒夜不能，也不该妥协。不会的，我不会让你死的。安宁已逝，如今你是我仅有的挚友。我擅改援军方向，违抗军令，如今只有我死，才能稳定军心，大清才能取胜。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是你让我拥有了恣意的10年，是你呕心沥血，助我为帝家洗清冤屈。我绝对不会让寒夜杀了你的。要杀我的不是寒夜，是军心。我可以扭转军心。子安，我记得你说过，我是帝家后人，应有家主当年翻云覆雨的魄力。是，我是说过。那好。文硕，你替我去看看他，带点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别说是我让你去的。殿下，温寿一大早就不见踪迹，也不知去了何处。
寒夜，我知道骆明熙违逆军令，视为死罪，我会用自己的命换回青南城，也请你留骆明熙一命。换。来人！参见太子殿下。集结军队，进攻青南城。你们这是做什么？殿下，安宁将军的仇还未报，若不将骆明熙枭首示众，如何凝聚军心士气，攻打北秦军队？请恕末将不能从命。不听军令，不顾大局。你们可还记得自己身披战袍、手握长剑是为了什么？你们都是大靖的好儿郎，如今江山倾颓，百姓民不聊生，你们当真能在此处安之若素吗？此时此刻，你我的家乡、故土正在饱受战火的摧残。若是不夺回青南城，不日北秦便可长驱直入。届时四海之内岂有宁日？有多少将士和百姓会屈死在铁骑之下？又有多少家庭会妻离子散、血脉尽断啊？我知道，你们是在为安宁和将士们的牺牲不平。可是他们宁死不退，为的是我大靖的疆土不沦陷于异族之手，为的是百姓安居、山河安稳。只有夺回青南，才能告慰在这里战死的英魂。我是大靖的太子，安宁的兄长，更是你们的同袍大靖的子民。此战，可有人愿同我一起，戮力同心，救苍生于水火，复大靖之威仪？白征愿随殿下夺回青南，以全安宁将军遗愿。愿随殿下攻入青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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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过后，骆明熙之事，我定会给诸将士一个交代。温硕，你怎么来了？我偷偷来的，我没有告诉殿下。温硕，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要跟过来？安乐姐，我很担心你们。我身为大靖的子民，守护疆土也是我的责任。够血腥，不愧是我弟。听说温公子自幼跟着太子殿下读了不少兵书，想来对行军打仗之事也并不陌生。依白征所言，安宁将军之前将全城辎重全部撤出，眼下青南城已无粮草，而北秦军刚刚攻下青南城，眼下还来不及休整。此时是他们最薄弱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趁此机会，杀他们个措手不及。寒夜果真把你养得不错。如果我弟弟禁言在世的话，应该也会跟你一样。出发吧。好。走。
北秦军此时警戒松懈，我们趁夜以云梯潜入城楼，以刀兵喧哗将北秦驻军尽数吸引于此。而后，我会直奔漠北所在，擒贼擒王。我要从他手里夺回安宁，夺回青南。 弟子元，好身手！你把安宁给我交出来！杀！北秦守兵已溃不成军了！换回安宁，至少得拿出些诚意不是？安宁已死，你居然还想利用他！弟子元，你可知道，你每日安寝的时候，安宁整夜的做噩梦是因为谁？逼他当众指认自己的亲祖母愧对自己亲人的时候，你可知道他心里的痛楚？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 眼下，你居然还有脸指责我在利用安宁！你要是真为他好，你就应该拿出几座城池，合议献上碎币，把安宁交换回去，好让他魂归故土。冷北，你够了！他毕生的心愿就是寸土不让，不想换人就受死！看招！ 安乐姐，你没事吧？抓住他！阿爷，对不住，我没能把安宁带回来。对不住。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把青南城夺回来了。子元，子元，子元。 安乐姐怎么样了？这都3天了，小姐还是没睁眼，伤得太重。这会儿，太子殿下还在里面陪着呢。既然殿下在，那我晚会儿再来。小姐吉人自有天相，你也别贪游戏了。
你就这么不愿意醒了？最近，我总是想起1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你。记得那天下着大雪，整个皇宫都被冰雪覆盖。我从御书房出来，你裹着一身火红小裙，把安宁护在你的身旁。你啊你！一个7、8岁的小丫头，敢在天家的皇宫里面训斥后妃无德，怕是整个大晋也找不出第2个贵女能似你这般性子。我那时就在想，皇爷爷给我找了个好媳妇儿回来。可是后来发生了太多事。子渊，我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皇爷爷的那道赐婚圣旨。你是我韩爷昭告天下、世人皆知的太子妃。这一世，我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在这世上，我只求你一个弟子缘。骆明熙，你我虽然性格不同，但是这些年来，我深知你比我韩爷胸中更有求和。殿下，这个时候就不用夸奖我了。你为了帝家，为子渊，可以臣服朝堂10年之久，步步为营，成算在心，你怎会轻易中计？冷北此计，算的是人心。我没有不中的可能。你轻信的不是冷北，你轻信的是安宁。冷北算准了安宁和你都不会用子渊的性命来赌，即便有被骗的可能，也会拼尽一切去维护。子渊于北京埋伏，如接此信，骆明熙，我恳请你先行驰援子渊。青南城尚有一战之力。骆明熙，你怎能半个字都不透露？你当真要逼我亲手杀了你吗？我这条苟延残喘的命，死不足惜。为安宁报仇，平息众怒，请殿下赐我一死。骆明熙，这次我也保不了你了。你要保的是大晋尊严、边疆安危，还有子渊今后的一切。
冤家。是啊，这几天太子殿下一直都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他人在哪？他……骆明熙，你擅自修改军令，私调援军，导致安宁战死，青南城沦陷。面对3军将士，你还有何话可说？臣无话可说。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我说过我可以帮你不死的。在这种地方，我不允许。骆明熙，骆明熙，带着你下去，走下去。不能死，不能死啊，骆明熙，骆明熙，不要死！怎么能因为这种原因死在这种地方啊？明熙哥哥，你不能死，明熙哥哥。阿姨，我已经夺回青南城，整个青南，难道还换不回一个骆明熙吗？国有国法，军有军规。骆明熙公然扰乱军纪，其罪当诛。子渊，对不起。阿爷，你是不假死的英明储君，这是姓氏，是我不负相守。你不能带走他。他已经死了，居心已稳，你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子渊，你不要意气用事了。今天谁也不能拦我。弟子渊，你当真要乱了骆明熙以死换来的军心吗？怎么可能？
能乱呢？他死了。带走尸首，就地掩埋。洛明熙，洛明熙，洛明熙，明熙哥哥！洛明熙，洛明熙，洛明熙，洛明熙。小姐，你这么跪下去，身子如何经得住？我和袁叔知道你难过，骆大人去了，我们心里也难过。小姐，若是骆大人他在天有灵，一定不愿意看见您现在这副样子。骆明熙追我，是多年来如修如父，与世隐忧。正是因为他，才有了如今的弟子缘。可是我却……韩英，他生于皇室，怎么能懂相依为命的羁绊有多深？袁叔，带小姐回去。殿下，您一日没进食，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呢？您好歹喝口汤吧。我知道了。你要想处置我，也得先吃了这口饭再说。殿下，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好受。可事已至此，你也不能这么对待你。说，今日之事，你怎么？安宁将军为国战死，令人敬佩。殿下处死骆大人，手段虽然有些冷硬，可义军士气最为要紧。但只不过此举，确实是伤了安乐姐的心。战况如此，此时若是军心不稳，让北秦钻了空子，我身为大京主君，无颜面对大京百姓。文硕，战争是残酷的，我是主帅，咱们和北秦还有硬仗要打，万千将士也都看着我。
我不能有一丝犹疑。温硕，明白了。温硕告退。过来坐吧。好。方才殿下向我倾诉为何坚持处死罗大人，其实我知道，他最想向安乐姐解释，只是……小姐，因为罗大人被赐死一事，对太子殿下更加怨恨，恐怕他们以后真的要划清界限，势不两立了。院前，我们不会摇为敌吧？其实那日京城一别，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平日里，我一有空就时常去仁府，坐在我们曾经一起待过的地方，一待就是半日。殿下还说我小小年纪，怎么患上了相思病？随后，我听闻安乐姐要来战场，心想着终于可以见到你了。但转念一想，战场上危险重重，你还是不来的好。但所幸，你不太会武功，安乐姐她也不会带你出战。我想通了，我和你之间的事，与他人无关。你既然勇敢地来到我面前，我也要把我内心真实想法告诉你。哦，那你说吧。温硕，我也想你。如此行进，想必不久便可拿下周边的几座城池。届时一定要将大队人马全部拖在城外。是。太子殿下，紫渊，你要做什么？如此大的行动，需要好好筹划一番，切不可贸然出兵。多谢太子殿下提醒，我已谋划得很清楚，不必太子殿下费心。属下还有军务在身，先行告退。紫渊，昨日之事，臣明白。如今大敌当前，军心不稳，自然是稳定军心最为重要。所以臣谋划着该如何与北行军继续作战。如此，我已经集结了所有地家军，做好了部署。地家军？你说的是从靖南带来的安乐战水匪？他们并非正规军，只堪用作骑兵，
万不可当主力来作战。不是他们，是真正的帝家军。我要反攻北秦，杀了冷北，给安宁报仇。子元，行军打仗不是逞一时之勇。殿下，我将手下的所有将士都视为自己手足，绝不会打无准备之仗。如今西北局势不顺，将士士气低落，殿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先锋，突破眼前的格局。你说的没错，可这先锋为何非你不可？我曾率数百靖南军收复青南城，我在军中已经有足够的威望。趁着攻下青南城，一鼓作气，拿回其他几个城池，定会打北秦一个措手不及。那我也带兵同去攻城。不必了，太子殿下深系三军之威，自然还是留在青南城比较好。西北乃帝家军埋骨之地，有众多散落旧部。我作为帝家后人，振臂一呼，必然会天下群起响应。这一仗，有臣足矣。各位帝家军的将士们，这片疆土是由我们的先辈和同袍拼死守护下来的。如今，他们正在西北的上空看着我们，战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夺回被北秦侵占的大靖城池，还大靖子民一个安平盛世，也好真正能告慰这些将士在天之灵，夺回城池。跟随将军，夺回城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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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帝子元带领靖南数百兵马，一路杀到北秦王子冷北的军帐前，助大靖夺回了青南城，又在短时间内重击帝家军。帝家军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崛起，一路所向披靡，将大靖所失城池尽数收回。至此，雄踞西北的北秦军是节节败退，以致全军崩溃。帝子元与北秦是闻风丧胆的敌帅，于我大靖而言，却是誓死为国的军神。陛下，西北城池尽数收回，大靖的边防忧患已除，北秦军已成强弩之末，退兵是迟早的了。可朕听闻，百姓都在说，是帝家军守护住了大靖疆土，边境有帝家军在，大靖才能稳若磐石。哼，是陛下的庇佑啊！太子殿下征战边境，大靖才能固若金汤呢。帝家军10年前遭受重创，如今帝子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重建，实力可不逊当初啊！好一个帝子元呐，这是想将大靖翻个第二朝天呐！朕绝不会让大靖长太子身处险境。那陛下的意思是？现在的战事已经接近尾声，被帝子元掌控的城池
是该回到太子手中了。赵福，召集梅花内卫，即日起赶赴青南城。弟子元绝对不能活着离开西北。陛下，他如今已经是深得民心呐。如果是死于皇家内卫的手中，这……弟子元死于北秦刀剑之下，届时就以忠烈之名厚葬了吧。我苦心孤诣潜伏多年，弟子元竟然一夕之间将我的部署一举击溃。帝家后人果然不容小觑。殿下，青南城一丢，我们进退两难呐。眼下我们营帐内的士兵尚可一战，但想要夺回城池，也是孤掌难鸣。殿下可有决断？擒贼先擒王。殿下的意思是？帝家军的统帅弟子元，要想一扫颓势，必须要杀了他。明日我会求助陛下，召全部北秦军一战。如今弟子元坐镇青南城，重组的帝家军只听他号令。若是让他死在这青南山上，那帝家军定会溃不成军。全听殿下发号施令。弟子元，我怎能让你们就这样扳回一城？安宁，哥哥来看你了。骆明熙，多谢你把安宁带回来。还多亏你，让我以假死平息了众怒，这才得以偷生。更何况，我本就欠安宁的，我做的这些根本就不足以偿还我对她的亏欠。姐姐，你这么漂亮，是不会伤害我的，对吧？默笙，我找你很久了。骆明熙，你竟然还活着！你要的安宁的尸体我已经带来了，快把双儿还我！双儿，双儿，
双儿，你没受伤吧？哥，回来就好。将军，我带你回去。是阿宁要决一赴死的。他得到北秦伏击子元的线报，便传书要你调兵援救子元。他明知道这军令一旦发出，就再无退路，却还是为了保全子元和靖南军兵力，舍弃了自己的性命。陆明熙，你本就是依令行事，从未触犯军规，又何来偷生之说？待回到军县城，你便传我手谕，向军中说明一切。既然殿下那日便猜到了此前情由，想必也能明白我为何不肯将真相和盘托出。也是因为安宁为稳定军心，到死都隐瞒了此事。他既能舍生取义，你便会以沉默保全他免遭非议。此是其一，所以殿下若想还我清白，还是等战事平息之后再说吧。其二，你本就想要我处死你。罗明熙，但你想以自己的死激发子元斗志，重振帝家军，此举我深觉欠妥。我确实有私心，可是寒夜，子元他一腔热血为大靖，为苍生，我求你保他一命。何出此言？我收到消息，陛下已经派出梅花内卫来刺杀他。我也收到密报，北秦将发起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攻，目标正是子元。子元为了大靖，一路拼死奋战，竟还是磨灭不了陛下对他的猜疑。其实陛下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你身为一国储君，是陛下费尽心血一手栽培出来的继承者。可如今子元的声望已经能够和你比肩，所以陛下自然不会放过他。为人臣子，最忌功高震主。只要子元手握帝家军一日，陛下便容不下他一日。但子元跟我说过，他说他相信你寒夜作为继承者，定会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我此次回来就是为了协助子元。罗明熙，梅花内卫是世间少有的高手，纵使你知道他们要来刺杀子元，可你有办法阻拦吗？让子元去郡县城，我留在庆南城。但对外，你要帮我放出消息，让陛下和北秦都以为去到郡县城的人是我。那你岂非腹背受敌？这太冒险了。此举看似冒险，实则有惊无险。如此一来，梅花内卫势必会来到庆南城，到时候我便将他们化为己用，引他们与北秦一战。等他们到了庆南城，就算发现自己被利用了，也不会丢下太子殿下不管，转头去刺杀子元是吧？不过此次北秦倾国之力，就算梅花内卫武功高强，但这一战还是孤注一掷，凶多吉少。罗明熙，此战谁去都是死局，只有我能上前一劫。我还以为这局你让了我一次，
但最终还是你赢了。能让你骆大人认输一回，也算是我毕生之幸。啊，这并非朝堂，你还是叫我骆明熙吧。明熙哥哥，此时重振帝家军，于国于家，本就是最正确的选择。我懂你的苦心，但你势不必以死相急。将军，方才截获的北秦密报，他们正在集结军队，准备突袭郡县城。这青南城是大晋的主军要塞，但是这郡县城，则是后方的城池，眼下并无军援。他们去郡县城做什么？走。小姐，收到一封密信。我第一次来这青南城之时，是来接8万阴魂回京。那时西北之上，兵马不在，只有这巨坑当中的累累白骨在等着我。那时我便想，我定会让这苍生永享太平。第二次来到这青南城，是听闻安宁死讯之事。当时我一路拼杀至此，可是直到最后一刻，我都没能替安宁复仇。第3次来到这青南城，是来跟你告别。寒夜，这余生我都不想再踏进这座山周围一步。好。子源，离开青南城吧。是该如此。不相见最好。子源，大敌当前，你要小心。你要好好的回到青南，看长似花开。惜别无益，在战争结束之前，各尽职责。不必再见了。